你们是否曾感觉到疑惑，为什么一些生物明明是肉做的，但是被击败后却不会掉出肉？而为什么明明我们也是肉长的，但是被别的怪物击败后却连尸体都不会留下？传闻在遥远的北方住着一群贪婪的种族，叫做食人村民。食人村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偷老百姓的粮食，住进老百姓的房子，使用老百姓的床。可能这个时候有的人会说，小豹你又欺负村民，这本来就是他们的房子，他们吃自己的住自己的，怎么了？小豹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的找村民的麻烦，但是他们确实不是真正的村民，真正的村民早就被他们吃了。等他们消耗完村庄的粮食，他们就会卸下村民的皮囊去扫荡下一个村庄。其实这些食人村民一开始都是普通的村民，可是当村民中的某位屠夫有一天意外的割下了自己的肉，但由于当时粮食非常紧张，所以他把自己的肉吃了下去。吃完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体力、视力、力量全都变强了，这种感觉非常的美妙。于是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的村民。虽然只有很少数的村民愿意这样做，但事情还是变得不可收拾了起来。因为一旦他们吃到了第一块人肉，就再也停不下来了，而且吃人肉特别容易饿，所以他们需要非常频繁的补充食物。渐渐的，以屠夫为首的村民不愿意再割自己的肉吃了，于是他们便将目标转向了那些不愿意吃人肉的村民。由于这些村民们的力量被极大的强化了，普通的村民根本没有力量反抗。从此屠夫一众也从村民完完全全的转变成了食人村民，不再剩一点人性。扫荡完了自己的村庄，他们又浩浩荡荡的跑去了别人的村庄，先吃人，再吃粮，累了再住一宿，然后再换下一个村庄。不过变成食人村民之后，他们自己的肉就没办法被吃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自相残杀，队伍也因此不断扩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个世界上由真正的村民组成的村庄已经不多了。这个时候，小包出现了。小包是一个意志力非常坚定的人，为了改变现状，村民们纷纷来向小包求助。为了拯救村民于水火之中，小包出手了。他先是用自己精湛的刀法分解了一只还没有完全变成食人村民的村民，吃了他的肉之后强化自己，然后一路击杀各种食人村民。但从始至终，他的眼神却始终清澈，丝毫没有被人肉所诱惑。有时候实在遇不到转变中的村民，他就割自己的肉食用来恢复健康。就这样不停地战斗下去，终于有一天，在几乎要把食人村民屠尽之前，小包在战斗中不幸身亡。一段时间之后，村民们找到了他，并给他立了墓碑，并在墓碑之前刻下了4个大字：村庄英雄，呼吁人们都向他学习，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他的意志也被传承到了后人身上。就是我，小包。我刚在后面又发现了一个村庄，虽然很隐蔽，但我还是看出来这些村民已经开始吃人了，只是没有完全转变而已。让我们一起去保护这个村庄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包。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模组是割肉小刀模组。这个模组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材料的小刀，我们可以用这个小刀来获取生物的肉。像一只猪，如果直接杀的话，只会掉一点肉。但是如果你用这个小刀一点点割的话，每次都能割下来一些肉。一只猪大概可以割下5片肉，你甚至还可以割村民的肉。村民的肉还可以烤过再吃，会回复很高的饱食度，并且吃多了之后人会着魔，会有各项属性的加成，到最后变得强大无比，但是会饿得很快。当然，玩家自己的肉也是可以割的，只要对着空气右键就行，就是会扣挺多血的。我们有的时候实在是饿得不行，就可以割自己的肉，自己的肉也是可以烧的。甚至我们还可以先吃一个金苹果，然后再割自己的肉，直接在自己的身上开一家自助餐厅。那么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那我是小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